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快，患者58岁，今天中午午饭后突然晕倒，心电图正常，有高血糖病史。医院内，医护人员正推着转移床向抢救室跑去，床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年男性，双目紧闭，看样子情况十分紧急。来到抢救室后，急诊科主任已经恭候多时，所有的仪器都已经开启，就等着患者抵达了。看到患者后，主任立刻的说道：“先给他查血糖。”护士手忙脚乱地拿起仪器扎了一下患者的手指，血糖竟然高达 18.0 毫摩尔每升。主任说道：“立马给他做血气分析。”其实到这，大家心中都已经能够估摸出这位患者的问题是什么了。没错，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。该疾病是由于患者体内的胰岛素长时间的分泌不足，导致了糖、脂肪、蛋白质代谢紊乱，然后积累了过多的酮体物质。这种物质是酸性的有害物质，如果未能及时的发现和治疗，最后就会引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。患者的血气分析很快就出来了， pH 值果然很低，这也意味着患者9%是酮症酸中毒的患者。主任安排医护人员给患者注射大量的溶液，维持体内的血容量，升高 pH 值，同时也给他注射胰岛素，缓解高血糖的问题。前后忙了3-4个小时，最终患者还是因为心肾衰竭去世。医护人员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抢救室，患者的家属围了上来，眼巴巴地询问医生患者的情况。主任实话实说，患者家属瞬间哭成一团。患者的妻子非常疑惑地问主任：“我家老头子明明每天都在吃降糖药，为什么还是会出现酮症酸中毒啊？”主任说：“这不好说，可能他的日常习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。”事后，我们在采集患者的病史时，才了解到患者诱发酮症酸中毒的真正原因。患者出现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，刚开始一直以2甲双胍控制糖尿病，过了几年后去医院复查，血糖有所升高，医生就建议胰岛素加2甲双胍共同联用。从那以后，患者的高血糖就被控制得非常高。按道理来说，出现酮症酸中毒是不合理的。但在了解的过程中，我们关注到一个重点，那就是患者的饮食习惯有点差。患者非常喜欢养生，也很注重养生，因此他经常在网上看一些有关养生的知识。大概在3年前，他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探讨红薯、土豆对降血糖的意义。他看得如痴如醉，吃了以后，他总是买大量的红薯和土豆回来，美名其曰这能降血糖，还能够顶饿，营养又丰富，是非常好的食品。就这样，患者陈叔一日3餐吃掉了不少红薯和土豆，这2样食品基本替代了陈叔的主食。可就在患者沾沾自喜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出事当天，患者像往常一样吃了一个红薯和土豆，由于马上就要睡午觉了，因此他忘记打胰岛素。过了不到半个小时，患者就出现了心跳加快、恶心、呕吐、头晕脑胀的症状，休息过后无法缓解，并且合并出现意识模糊、昏迷的症状。家人拨打了120，来到了医院抢救。可惜的是，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。患者的妻子悲痛欲绝，我家老陈明明这么注重养生了，吃红薯土豆，为什么糖尿病还是不放过他？真是想不通啊！医生听完后叹了一口气，不是糖尿病不放过他，而是他自己找上了糖尿病。糖尿病简单来说，就是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太高，人体没办法利用，多余的血糖一直待在血液中，就给器官、神经造成了巨大的危害。那么血糖是如何高起来的呢？只要是生物都需要血糖，血糖给机体提供了能量，
维持人体正常的运动发育。血糖的来源多种多样，可以直接来源于大分子糖类，也可以来源于脂肪，但人类大多数的血糖还是来源于碳水化合物。碳水化合物其实就是大米、面包、谷物类。大米的升糖指数高达85分以上，因此如果患者患上了糖尿病，医生会建议患者少摄入碳水化合物，增加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。像陈先生喜欢吃的红薯土豆，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替代大米、面条的作用。它的升糖指数比较低，也更容易的饱腹。归根结底，它还是碳水化合物，它一样会升高血糖。因此，如果你每日摄入太多的红薯和土豆，对血糖来说也是一场灾难。所以，陈叔的酮症酸中毒完全是自找的，再加上他并不怎么的按时服药，最终就酿成了这场悲剧。你以为的吃素，可能也是在升高血糖。很多高血糖的患者认为自己的血糖高和吃肉吃大米饭有关，于是他们就减少了这两样食物的摄入，开始多吃素食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如果吃错了素食，可能也会导致血糖异常升高。第一种，豆制品。糖尿病病人觉得自己吃多点豆腐没关系，殊不知豆腐也有可能会加重糖尿病。这是因为豆制品中含有的水苏糖、棉脂糖这两种物质，它们经过消化酶分解后，一样会产生一部分的半乳糖，半乳糖中又会分解出一半的葡萄糖，所以吃太多豆腐一样会有升高血糖的风险。而且研究证明，吃太多的豆制品后，会导致血尿素氮的异常升高。血尿素氮是肾小球过滤蛋白质后产生的物质，它在血液中的含量过高，容易引起糖尿病肾病，会让人的口腔中出现一股尿的味道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最好还是减少豆制品的摄入。第二种，含淀粉类太多的食物。淀粉含量越高，升糖指数也越高。淀粉在人体中会分解为葡萄糖，因此高血糖的患者可能不适合吃太多含淀粉过高的素食，比如红薯、土豆、芋头等。适当的吃点是能替代主食，耐饱。吃太多了就会影响健康，而且不宜煮得太烂，煮太烂容易被人体吸收，不利于血糖的排出。三、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坚持这样的习惯：一、每日饮用足够的水。虽然糖尿病患者排水排得多，但还是不断的要喝水，因为排水排得多会导致身体内的细胞会缺水，这时候要适当的补水，预防细胞脱水。二、适当的补充蛋白质。糖尿病患者是可以适当吃点瘦肉的，吃的量不要太多，能够达到补充量即可，这有利于提升患者的免疫力。糖尿病患者的主食以谷类物质为主最佳，谷类含有丰富的粗纤维，全谷类食物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，有利于减少血糖的波动，使糖尿病患者能够更加的稳定的控制血糖。谷类物质的粗纤维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，胆固醇吸收减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糖。粗纤维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帮助我们软化大便，使我们排便更加的通顺，提高机体的代谢率，有利于加速血糖代谢。许多糖尿病患者控制饮食时会选择不吃主食，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，尤其是二型肥胖型糖尿病患者，不吃主食，机体会主动的消化囤积的脂肪，脂肪相较于主食类的食物更容易转化为血糖。肥胖型糖尿病患者本身储存的脂肪含量就高，如果不吃主食，机体就会消化脂肪，使血糖快速的升高。糖尿病患者还需要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，水果可以选择一些糖分指数低的。除了坚持低盐低脂的饮食习惯，糖尿病患者还不能吃含糖量高的食物、淀粉类的食物和豆制品。三、糖尿病患者应该坚持规律运动。坚持规律运动有利于帮助我们消耗机体的血糖，提高机体的代谢率。合理的运动有利于减少机体脂肪囤积，帮助血糖控制更加稳定。糖尿病患者要坚持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相结合的方法，有利于调动机体细胞活性，提高机体的耐受力，
糖尿病患者中老年人偏多，所以我们在选择运动的时候，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合理的运动计划。运动前坚持热身，坚持循序渐进的运动规律，还要养成良好的作息，有利于加快机体废物的排出体外。除了作息规律，每天保持好心情，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。糖尿病患者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，还要遵医嘱坚持服药，不能像陈书那样自行的减量或者是停药。通过成熟的事例，我们要明白饮食对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性，坚持正确的糖尿病饮食，坚持规律运动，保证良好的作息，促进血糖稳定，让患者才能活得更长，活得更好。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